如果有人趁你睡觉时偷偷潜入你家并偷拍了你的照片，你会怎么办？此时的我躲在小房间内，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的冷汗瞬间喷涌而出。小房间我没有放任何东西，如果有人我肯定能发现，而且这是7楼啊，总不至于。正想着，我僵直着身体缓缓转过头去，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个什么东西。定睛一看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着玻璃盯着我。若不是亲身经历，我都不相信人真的会被吓晕过去。我是被警察的叫门声惊醒的。在查看现场调取监控，并且走访邻居之后，他们给了我一个让我无法接受的结果：我的家中没有任何人来过的痕迹，没有照片，没有短信，连同那个陌生的号码一起在我的手机上消失。窗外空荡荡的，根本没有惨白的脸，也没有邻居听到昨晚的砸门声。这些证据似乎都证明我昨晚经历的一切是假的，连我自己都变得不确定起来。因为被警察的敲门声惊醒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正睡在主卧室的床上。可如果是梦，我为什么会报警呢？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文，李文是我的男朋友，他工作很忙，已经出差10几天了。他听了事情的经过，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沉思了片刻之后，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进你的房间，你找找看会不会有人在你的卧室里安装了隐形监控。我觉得李文说的有道理，我也听说过有个别租客为了寻求刺激，在退房后会在房子里留下针孔摄像头，观看下一任租客的生活。也有人会保留钥匙，知道是独居女性，就会趁夜深人静时潜入屋内。挂断电话，我在卧室里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，但搜遍了整个屋子都没有找到摄像头。我坐在床边回忆，如果我屋子里没人，那昨晚衣柜里的光怎么解释？可如果他进来了，为什么警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？到最后，好像除了做梦，在梦游中拨打了报警电话，我也找不出更合理的解释。李文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：小杰，你去咱家婚房里住吧。我有些迟疑，虽说我俩关系很好，但是毕竟还没结婚。李文也听出了我的迟疑，不行的话你就住几天宾馆，那里相对安全一些。住宾馆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我怕他担心，所以嘴上答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拨通了房东的电话，征得了房东的同意后换了锁。我又亲自去物业看了监控，确定一无所获后，就跑去商场买了几个充电宝回家充电。回到家已经到了下午，精神疲惫让我躺在床上直接睡着了。没想到醒来时天已经快黑了。我做了一番充足准备，反锁大门，反锁窗户，把充电式小台灯放在了床头。9点半，我准时拉下了电闸。摄像头需要连接电源，如果卧室里真的装了监控，切断电源，对方就无法知晓我的举动了。夜晚仿佛格外的漫长，我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心存侥幸，昨晚的一切万一真的只是一场梦呢？不知过了多久，熟悉的震动声响了起来，我浑身汗毛炸起，差点把手机丢了出去。果然又是那个号码。他又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看着那张照片，我面如死灰。照片中的我坐在床上，低头看着手机，屏幕的幽光映着我的脸。这不可能，要拍出这样一张照片，除非拍照的人站在我的正前方。可我一直坐在床上，根本就没看到人。这张照片是怎么来的？难道在我没检查到的地方藏着摄像头？电源没连接在我家，不是我家的电源，那会不会是楼上？我抬头望向天花板，如果是楼上，有些事情就说得通了，例如窗外那张惨白的脸，可能是楼上用绳子掉下来的假人；例如监控没有拍摄到进出单元楼的可疑人员，因为他本来就住在这栋楼里。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，感觉自己似乎接近了真相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子里忽然陷入了黑暗，台灯熄灭了，没电了。不可能吧？这种充电式小台灯用电量极少，1个小时之前我看过，电量还是满格的，可能是坏了。我正准备打开手机手电筒去检查一下时，手机又震动起来，一条信息跃入眼帘。黑暗似乎更有趣，恐惧像一条毒蛇猛地扼住我的咽喉。我蹭地站起来，3步并作2步冲到门口，拉开门跑了出去，生怕跑慢1步会有一双大手突然从床底深处抓住我的脚腕，把我拉进去。我没敢回头看，可我知道我卧室的床下藏了一个人，